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。上次我们家把这个黄色的防水防潮布铺完以后，两面都铺了。那今天呢，就是重点，开始做保温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我们家买的黄色的保温板，买了2摞，然后这种呢密度相对比白色要大一些。现在干一些初步的活儿，先把这边，因为这块有电路，我要用那个保温棉给它铺上，因为保温棉防火嘛。这块得特殊先铺上，还有这边几块板儿，之前为了连接新的木头梁，这几块板铺上，然后也是因为这块有电路，这块要用这个保温棉。还有这个位置接缝的位置，要把这个东西卷上去一点，只留出边接到这儿，因为这块要加那个板嘛，将来把这块打在里边，这块得重新修。这种板它的保温效果比较好，但是它对于防潮那东西不行。这个东西呢，它对防潮效果比较好，但保温没有那个效果好，所以它俩各有优缺点。这种那个泡沫板呢，它是沾会就着，这个东西呢，它是到300度之后，它也就是化成水，然后才能着，你得拿明火点它。说这个东西也是比较防火的，一般现在的建筑里都推荐用的是这种板，但是没办法，那个我们去建材商店的时候，这种板已经卖没了，我就买了几块这样的板，没办法，不能等了。现在是下半部分用这个泡沫保温板，然后上面有电线的部分我要用那个保温棉，因为它防火。因为这一块要铺保温棉，这有缝什么的，保温棉就这种小碎屑就会飘到里边去，所以得把这个东西铺上。泡泡剂是为了把它能粘实诚了，而且能防止有空气通过。能结实吗？
现在这2个斜角都已经扣完了保温板。我们在第1天的时间又补了一点点这个保温棉，还有泡沫板在侧板上，也就是总共这个活我们用了2天时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做棚顶。大家看我上面这个棚顶，就要把以前的板子扣回去。那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